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中国直升机产业的一些专家呢，对我们国家下一代直升机的发展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么，中国现在发展了几代直升机？那么有人说发展了4代，有人说发展了5代。直升机是怎么换代的？这个呢，恐怕还要经过专家们之间的讨论才能得出结论。但是，未来中国直升机的发展，中国的直升机的专家提出了这么几个重点的发展方向。那么其中呢，有一些是填补空白的，还有一些就必须通过开创性的设计从而呢实现直升机技术或者是直升机性能的飞跃。首先，我们国家的直升机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谱系。这个谱系呢，从0.5吨到1吨、2吨、4吨、6吨、10吨、13吨，中大型直升机之下，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空白呢填补完了。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没有短板呢？应该说还缺重型直升机。我们过去搞的直升机多半呢就是中型以下的。现在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重型直升机，载重量10几吨这样的直升机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研发呢又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经过不断的努力，克服相应的一些技术短板，把它研发出来。近期有可能和俄罗斯开展协作，开发我们国家自己的重型直升机。我想经过努力呢，在几年之后，我们有可能看到相应的产品，从而弥补我们在重型直升机发展方面的一个空白。那么，未来军用直升机、民用直升机的发展的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高速直升机的开发。目前世界上很多直升机强国像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等，都在积极的开发高速无人机。从现在公布的一些方案来看呢，这些高速直升机采用的基本布局形式大致是这样的共轴双桨旋翼，后面呢装一个推进式的螺旋桨。那么现在开发的这些高速直升机这些方案，由于采用了推进螺旋桨这么样一项技术，再加上共轴双桨，这个共轴双桨跟过去的共轴双桨的方案呢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们的最大平飞速度大概能够超过400公里，搞得好可以接近500公里的时速。那么其他国家在积极开发，虽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但是前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中国直升机的相关设计部门必然会跟踪这项技术的发展，同时呢，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速直升机。从历届珠海航展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在高速直升机的预研方面已经提出过很多方案设想。那么这些方案设想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代直升机的一个基础设计。那么最终我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来实现直升机的高速飞行？这个呢，确实值得我们期盼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动力方面很多直升机已经开始从涡轴发动机转向电动发动机这个方向了。我们知道电动发动机呢有它的优点，它的转速的控制非常精准，这个飞行器的垂直起降、悬停和空中高速飞行，应该说电动发动机是具有它的优势的一个结构简单转换容易。那么这样的新型动力装置，过去呢多半用在无人机上，现在呢有人驾驶的直升机也有可能会应用这样的技术。在这里面呢，需要克服一些新的困难。首先，如何给它供电，满足直升机长时间飞行的要求那么是带电池呢，还是带发电机呢？那发电机用什么样的燃料给它提供能源？这些呢都是需要
解决和克服的。那么，如果这些技术一旦成熟，那么采用新型发动机，特别是有人驾驶的国产直升机，就有可能实现。其实呢，这样的前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发出了，是吧？空中巴士。那么这些空中巴士是无人驾驶的，它们采用的动力装置就是电机，比如说多旋翼的无人驾驶直升机现在已经可以做的比较大了，完全可以作为载客直升机使用，一次起码能拉2个人，而且呢，整个过程是无人驾驶的，只要按照飞控系统的控制，地面的引导，它就能准确的从 A 点飞到 B 点。可以说，中国直升机产业在经过若干年将会进一步的提升，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更多性能更好、效益更好的直升机平台。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